挑战3000日元穷游大阪一天是怎样的体验？哇，这太阳火辣辣的。坦白说，这个挑战会不会失败，我心里也没底，因为3000日元真的太少了。给大家感受一下3000日元的一个购买力啊，大概就能买一件这种小衬衣啊，2980日元。3000日元按照今天的汇率的话，相当于18.47美元，125.2人民币，大约591新台币。3000日元大约是大阪一顿普通午餐的钱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在生活成本并不低的大阪，想靠3000日元度过一天，未免有些寒酸，甚至有些狼狈。但对我而言呢，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花多少钱，而是有限的预算里寻找尽可能丰富的旅行体验，用更低的成本走进街头巷尾，发现那些不一定昂贵却真实有趣的瞬间，这恰恰是我的乐趣所在。所以在这一次的大阪，我想挑战用3000日元看看一天的时间里究竟能体验到什么。现在是早上的接近11点了，没吃早餐，也没吃午餐。我现在在街上找了有10分钟没找到便利店，便利店呢有100日元的这个矿泉水，我再看这有没有100日元的矿泉水。这是120日元的，160日元的。在日本挺有意思的哈，通常它的斑马线，人来人往的斑马线就正对着这种商业步行街啊。而通常便利店呢不在这种可能租金比较贵的商业步行街，而在临街的这个小店里面。我们看按摩30分钟都要花4000日元。终于看到一家便利店了 ，Family Mart， 营业时间24小时营业，年中无休。终于可以解渴了。这里是110日元的。这都是110日元的，118日元的。最便宜的也是110日元的，那整一瓶了。终于发现了这个100日元了。这100日元的好像才370毫升，那还是这个划算一点。这里有好多便当啊，选一个价格合适的，也当早餐跟午餐了。这份肉丝面加税是578日元。这个加税578日元，这个豚骨面加税598日元，这个虾仁面稍微便宜点398日元。想想吧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吃便利店的。准备了110日元，上面写着昭和53年。这是地铁上面的一排商业街，下面空调好足呀。可以啊，这个素的粉330日元。这地下的商场还特别大呢，你能想象吗？头上全是那个车来车往的马路，卖手机卡的，这些要1000多日元的一个。咱们先俭后奢啊，中午先吃比较简单的，如果晚上结余的钱比较多，咱们再吃个好一点的。咱们先去买一张1日地铁通票，然后就可以无限次搭乘地铁了，前往各大景点。还有这种药妆店、喝酒的小酒馆，这个日本人中午也来喝酒啊。在日本的很多大城市，地铁呢不仅承担着交通功能，它还延伸出了完整的商业生态，居酒屋啊、咖啡店啊、餐厅、美妆店、服装店，甚至便利店和药妆店一应俱全。这是因为像大阪啊、东京这样的城市，土地高度紧张，地上空间呢被充分的利用。人们每天上下班换乘地铁的时候呢，也顺便在这里吃饭、购物、约见朋友。和一些以购物中心为主的商业空间不同，日本地下街有一种更加融入日常生活的感觉。这里不只是游客经过的地方，更是当地人每天停留、消费、生活的城市的一部分。地面之上是繁忙的街道，地面之下则隐藏着另一座城市的感觉。在这买一张1日通票，820日元，花了820日元买了一张大阪1日地铁通票啊，现在就剩下2000日元左右了。先去到这个叫借金本町啊，要转中央线，然后就去到今天游玩的第一站啊，叫大阪城。日本有的地铁是没有
护栏呢，有的又有。我们看到日本的地铁站呢，它都是标注着，比如说 K17、K16、K15啊。那么在谷歌地图里就提示你在 K15下车。而且它对面还有一个提示牌啊，这样子就不会坐错方向了。它会在很多地方都有告示。现在换成中央线，但反而是去一些热门景点的地铁线路啊，好像这个说中文的人就会高频一点点。看一下大阪的旅行地图，在深宫站下车，一日乘车券，持参者一样有效，也就是可以转让给他人都可以。好多来这一站的也是去大阪城哈，从九口，这些家长还要抱着那个儿童车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扶梯。哇，特别热。刚出了深宫站9号出口啊，去大阪城的路上路过大阪历史博物馆。这天也是真蓝啊，这热也是真热。大阪历史博物馆，我在这等红绿灯的时候，路过好几辆出租车啊，我往里一看，看到是这个白发苍苍的一个男人开出租车啊，所以不怪说这个日本啊，60、70岁工作的不在少数。相信你和我一样，大概也听到过这样的报道。日本呢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，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600万人，占日本总人口的接近30%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仍然活跃在劳动市场中，他们可能是出租车司机、便利店员工、餐厅服务人员等。当然，老人继续工作背后的原因并不只有一个。对一些人来说，工作不仅意味着收入，也是维系社会联系、保持生活节奏的一种方式。而对于日本这样的低出生率社会来说，年轻劳动力减少，也让更多企业开始依赖高龄劳动者。那么过去人们习惯想象60岁以后的就是退休生活，但在今天的日本呢，退休跟停止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事情了。这里也可以坐车游览啊，省下自己走路了，单程300日元。大阪城还挺大的。早餐、午餐也没吃，现在12点多了哈，买一个这个税后203日元的。好多日本的便利店是提示不能在里面吃跟喝的，所以我们在这找个椅子，这风景好。哇，这护城河还挺宽的，用一个塑料膜隔开的，这个就10多块钱了。大概没有游客来到大阪旅游不逛一逛大阪城的吧？这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。在去日本旅行之前呢，我听了这个日本讲谈社讲的一套这个日本的历史的丛书啊，讲解这套丛书的编辑说过这样一段话，他说日本是中国的邻邦，无论喜欢与否，这个邻居就在家门口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们无法选择。了解一点关于这个邻居的故事，有助于我们把握周遭的环境，更好的面对未来。要说到大阪城呢，要从日本的战国时代说起。公元1583年，日本战国大臣丰臣秀吉开始在这里修建大阪城。当时的日本呢，长期处在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，
而丰臣秀吉呢，希望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堡，来彰显自己的权力，并以此为据点推动日本的统一。那么当时的大阪城呢，不仅是一座军事要塞，更是丰臣秀吉政权的象征。它拥有金色装饰天守阁，庞大的城郭规模，代表着一个时代权力的巅峰。这个城墙是在水里面的，感觉是用那个大石头垒出来的，而且还挺高的，还有一定的坡度。你看我身后就是古色古香的大阪城啊，它在前面面对的就是那种现代化的大城市的一个感觉啊。这有好多这些挺有特点的建筑。你看啊，我们很快的将从这个桥走到那个大阪城里面，它里面还有一个护城河，哇，这个双重保险啊！哇，这个蓝天白云也太像日本动漫的感觉了。那么我们继续说回大阪城。大阪城其实并不只是丰臣秀吉的政权的故事啊。那么在丰臣秀吉去世以后呢，丰臣家族跟德川家族之间爆发冲突。1614年到1615年的大阪之战，让这座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，丰臣家的时代最终落幕，日本呢也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。后来的大阪城呢又经历了重建、毁坏跟时代变迁。哪找那么大一块巨石，易守难攻啊，感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城门进来以后啊，它是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支撑着的，300日元的单程游览车。有5种语言的一个介绍啊，中文简体、中文繁体、韩文、日本文、英语。我们扫来看一下。它外面有木栅栏给保护着里面的一个木结构、木柱。在大阪城内呢，除了著名的天守阁，还有一些真正经历过历史的古老建筑，比如眼前这座千贯炉。最初的大阪城呢是丰臣秀吉时代，也就是16世纪末建造的，它早于德川幕府时期。而眼前的千贯炉呢是建于1620年的，是江户时代初期德川幕府重建大阪城时留下的建筑，也是如今大阪城遗址内保存下来的少数古老建筑之一。它当年主要负责守卫大阪城的大守口，也就是城堡的重要入口。从侧面防御敌人的进攻是大阪城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之所以叫千贯炉，这是因为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修建大阪城之前，这片土地上呢曾经是石山本院氏的所在地。那么当时呢，织田信长率军进攻这里，织田信长就是丰臣秀吉的主君。丰臣秀吉曾是织田信长麾下的重要家臣，织田军士兵面对这座难以攻破的防御建筑，不禁感慨：如果能拥有这座炉，价值千贯也值得。千贯在当时代表着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因此呢，这座炉在后来便被称为千贯炉。这里是大阪城里面的这个第2个护城河，已经没有水了，杂草丛生了，但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格局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大石头呀。从前面那个石桥那里能进到里面，哪找的这石头？这里有一个2块巨石围出来的一个石门。这天气真好，就是有点热，不过可以接受。大概花10多块钱就省了走一段路，其实也很近。这个石桥连接的
就是大阪城天守阁，这是整个大阪城最主要的参观点。重要文化财什么门？大阪城内除了天守阁跟炉这些军事建筑，也有不少跟日常生活有关的遗迹，比如眼前这个井，曾是大阪城本丸内的精明水井。这口井位于城主居住区域附近的厨房后方，为城内官员提供饮用水。现在这充下电，相机好快就没电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石阶，感觉参差不齐的，但是很有历史感。这写着大阪城公园内战争伤，可能是战争有毁损啊，所以有重修过。大阪城最初建于1583年，那么今天看到它的样子呢，已经是历经过多次的毁灭跟重生了。最早呢，日本战国时代的丰臣秀吉开始修建，在1614年到1615年的大阪之战中，德川家康对大阪城发动了进攻，最终丰臣秀吉战败，大阪城也遭到了破坏。日本呢进入德川幕府统治的新时期。那么此后呢，德川幕府于1620年开始重新修建大阪城。新的大阪城不再象征着丰臣秀吉的荣耀，而成为了德川幕府控制大阪的重要据点。那么今天看到了许多石墙、城门和炉，大多源自于这一时期。1868年明治维新后，德川幕府结束，大阪城再次迎来了巨大的变化。那么大阪城部分区域被日本陆军使用，成为了军事设施。1931年呢，大阪市民募资重建大阪城天守阁。这座天守阁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内部呢则作为历史博物馆使用。而第二次大战期间，大阪城因为作为军事设施而遭到了空袭，部分建筑被毁，但天守阁最终保存了下来。战后，大阪城逐渐恢复为市民公园，成为大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。如今我们看到的天守阁是1931年重建后的现代建筑，而真正保存数百年的历史遗迹，则更多的隐藏在那些石墙、城门和炉之中。其实它的精华是在于它的这一个城堡啊，你看它是从100多公里外运来的这些巨大的石头堆成的一个地基啊，这个地基是带一点坡度的，而且特别陡峭，绝对的易守难攻啊。下面种了一些这个松木。就站在城墙下，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史诗般的岁月。最大的石块在城门那里，这些巨石都是从100多公里外的采石场搬运过来的，接近30米高的一个陡峭城墙。你看，站在这些巨石面前，很难想象400年前的人们如何将它们从远方运到这里的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阪城主要来自江户时代重建后的遗迹。前面我们说到，在17世纪初，德川家康战胜了丰臣秀吉。那么他为了削弱丰臣家的影响，展现江户幕府的这个权威呢，他就动员这个全国各地的大名重建大阪城。那些全国各地的大名呢，被要求运送大量巨石来到大阪，许多石块来自距离大阪很远的地方，包括现在的濑户内海沿岸地区。当时呢，没有现代机械，这些重达数十吨的巨石只能依靠人力、木船和简单的工具运输，再一点一点的堆砌成高大的石垣。大阪城中一些巨石非常的巨大，
最大的高约5.5米，宽约11.7米，重量估计超过100吨，是大阪城最大的石块之一。这些巨石作为城墙的一部分，用来阻挡敌人的进攻，同时呢，也展现统治者的力量。彻底的古今交融啊！不远处就是这种高大的有玻璃幕墙的。这还是在大阪城内，很像这些是无障碍的一个步道。这条桥叫极乐桥，哦，它是这个木围栏的。啊，你看，这个是从这个大阪城的北面的一个护城河。啊，还可以买船票泛舟湖上。这高楼也有啊，然后面对着大阪城，天守阁。上面是修的步道，这里应该是以前这个皇宫贵族走的这个老的一些阶梯。现在是走到大阪城里面的这个内城的城墙啊，上面看这个是第2道护城河。哦，在这个角度欣赏守天阁也很好。大阪城在今天也成了一个休闲的公园。这里在天守阁旁边有一个这个建筑，这个建筑里面现在是卖纪念品啊、咖啡啊、餐厅啊。这一杯果汁695日元。这里有一些休息的空间，里面有空调，还很舒服的。这里介绍了这个守天阁历朝历代的一些变化。大阪城失守，我们看过去也是用这些巨石的哈。这是昭和3年1928年，应该是重修吧。在19世纪中下旬的时候，大阪城失火了。然后过去呢，大阪城也作为这个我们是从大守门这里进来的。第1层的护城河呢，它叫外窟，里面呢叫内窟。这内窟的话，它只有一部分是有水的。你像内窟有这么一段呢，它就是杂草了。看一下这个建筑是建于1931年的，作为日本军事的一个第4个总部分部啊。公园指定场所以外禁烟。
到这还有一段非铺装路，南面看护城河。你看这个是内窟啊，来到这的话，内窟它就开始有水了。内窟的话是可以买船票来游览的。我们能看到日本的建筑虽然有些高了，但是不会那种密密麻麻的、密度很大的高楼啊。而且这地方是机场附近吧，就飞机啊、直升机啊，这个基本上是非常高频的出现在天空。这些石门、巨石。第一个景点算游览完了，出了很多汗了，花191元买一瓶补水的饮料，顺便把背了半天的片子送了。哦，坐地铁出发，下一站。看一下日本地铁站的洗手间。配备了无障碍的一个洗手台，这个是那个洗手液的。这个地铁站内的椅子是单个的，不是一排的。太渴了，基本上2口就喝完。跟中国地铁不一样，中国地铁的话都有一些这个地铁工作人员站在这里引导啊。走道是这样的，那这个出站的话，既可以走楼梯，也可以坐扶梯。大阪福井站在地铁口，出来地铁站就到这里。妙觉寺。坐地铁的老人回家了，真漂亮啊！这房子，四天王寺啊，这个是幼儿园、小学啊，小学生放学了。刚才我们也看到这女士载着一个小朋友回家，这他们通勤的工具啊，这小学生刚好坐在里面，挺好。看一下日本的小学。这是四天王寺附近的墓地。
金堂。这重要的文化遗产石舞台，石头垒出来的舞台，位于四天王寺旁边。四天王寺60堂保存修理工程。我看资料显示说，这个四天王寺呢，它是圣德太子建的。圣德太子生活在1400多年前的飞鸟时代，虽然从未登上皇位，却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。他大力推广佛教，因此被后世尊称为日本佛教的重要奠基者。而眼前这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、伫立在大阪市高楼林立之间的古老寺院四天王寺，就是由他亲手创建。它始建于公元593年，比大阪城早了将近1000年。它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由国家建立的官寺，也是日本佛教发展的重要起点。而它的诞生要从一场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战争说起。公元6世纪末，佛教刚刚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，日本国内围绕是否接受佛教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，一方是支持佛教的属我氏，另一方则是坚持日本传统神道的物部氏，双方不仅理念不同，更争夺国家未来的主导权。那么年仅20岁左右的圣德太子选择站在了属我氏一方，在决战之前，他亲手雕刻了4尊佛教护法神四天王的神像，并立下誓愿，如果能够战胜物部氏，便修建一座供奉四天王的寺院。最终属我氏取得胜利。公元593年，圣德太子兑现了承诺，这座寺院因此得名四天王寺。所谓四天王，就是佛教中镇守世界四方的4位护法神，东方的持国天王，南方的增长天王，西方的广目天王，以及北方的多闻天王。这个应该是南大门，这个要500日元，消费500买一张票。Thank you。上面写着五重塔、极乐净土亭、金堂。金堂四周的壁画是战后重建时创作的，整组壁画以释迦牟尼的一生为主线，从诞生出家苦修成道，到弘法度众，最终涅槃，串联起佛陀的一生。漫步金堂，好像看的不只是精美的宗教艺术，更像是阅读一部有关佛陀一生的与宗教世界观的巨幅画卷。金堂里面有就是观音菩萨，然后四边有4个雕像，应该是4大天王吧。这是五重塔。来到四天王寺，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眼前的五重塔了。那么这一座五重塔并不是为了让人登高望远而建，它最初的用途其实是用来供奉佛舍利的。所谓佛舍利，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圆寂后留下的遗骨和遗物。在佛教传播的早期，舍利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存在，因此人们修建高塔，将舍利供奉其中，这也成为日本五重塔的最初的起源。四天王寺的五重塔最早建于公元593年，与寺院同时诞生。不过在1400多年的历史中，它曾多次因为火灾、台风以及战争而损毁。如今我们看到的五重塔是1959年重建的建筑。从五重塔看金堂。
是天王寺伽蓝，1965年。正确的读音应该叫伽蓝。所谓伽蓝，指的是寺院建筑群的总称，不是指某一栋建筑。那么四天王寺不仅是一座寺庙建筑，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影响日本后世寺院的布局方式。四天王寺是伽蓝配置。所谓伽蓝，就是从南门进入后，南大门、中门、五重塔、金堂、讲堂依次排列在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。这种伽蓝配置后来成为日本寺院建筑发展的重要范本。在金堂后面还有一个西大门。平成8年1月，四天王寺病院。是天王寺高等学校。观音像。打烊了，下午4点多。大日本佛法最初是天王寺。引导石。就感觉是马上下大雨的感觉，学生们都走路回家的步伐都变得比较匆忙。这是斑马线绿灯的声音，好多。这是乌鸦吗？大雨将至的大阪市。前面叫闪电。这日本路上的这个车有时候还挺萌的哈，就这种的。哦，这又路过一个佛寺。
终于看到100日元的水了。今天没怎么吃东西，光喝水了。哎，这个茶也才100，要不就要这个吧。这第3瓶水了。哦，看一下日本的这些房屋价格，1980万日元，那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。下起了豆大的雨。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塔，也是日本的一个地标，叫通天阁新世界。这个画面好像常出现在日本的影视作品里面。这一个小的墓地。哦，大人要1200日元，预算不足，下次挑战把这预算提高了，叫通天阁展望台。如果从航拍看，也比较容易看到这座大阪的象征建筑通天阁，它的历史要从100多年前说起。1912年，第1代通天阁建成。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明治时代末期，国家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，而大阪也正在快速发展，成为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。为了打造一个象征现代化的娱乐区域，大阪建设了新世界。当时的通天阁参考了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计，高约75米，在那个年代是大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之一。然而到了1943年，通天阁附近的一场火灾导致塔体受损，因此政府决定拆除通天阁。战后呢，大阪开始重建。1956年，第2代通天阁开始建成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塔。如今的通天阁高约103米，虽然不再是大阪最高的建筑，但它依然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可以说这个商业街是不是就这一座通天阁带动的哈？通天阁脚下是大阪最具代表性的老街区之一新世界。新世界不是一个单独的景点，而是一片围绕通天阁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区。1912年第1代通天阁建成后，新世界曾是大阪最现代化的娱乐区域，电影院、剧场、游乐设施让这里变得很热闹。如今呢，虽然它已经不是大阪最繁华的中心，却保留了浓厚的昭和时代气息。街道两旁遍布串烧、土手烧、寿司、居酒屋等大阪传统美食。射箭，雨越下越大了。冰淇淋500日元一个。豚骨粉吧，税后745日元，这个税后397日元。这烤肉饭有半边卤蛋，497日元。我发现我很适合做那种低预算的挑战，因为我特别能忍，特别能挨饿。你看，从早上到现在就吃了一个寿司，现在下午快5点了，喝了3瓶水。便利店还卖杂志，有一个鸡蛋饼，559日元。我发现真的穷人有时候连日本最实惠的便利店都未必消费得起。买了2串这个炭火烧鸡吧，一串是130日元，还有一个是160日元的。
加上税的话就消费423日元。这烤肉口感挺滑的，挺嫩的。给它洗个澡，上一点肥皂。放纸的，放塑料的。那我这有塑料又有纸，怎么放呢？本店为免税店，有中文啊，美妆的呀，一些纪念品啊。就以前啊，这个养活了很多代购啊，这日本的美妆、药妆产品还是很多。种类就是很细分的种类都有，通天阁本通，射枪的，卖房的，在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看到自行车了，在日本骑自行车的人还挺多的。现在有家长接小孩就用这个助力的电动车。今天咱们预算3000日元啊，可能勉强够在日本理个发，这里2500、2000都不知道是什么价钱。在大阪街头的一些小店才能看到这种一排排的扭蛋机，只需要投入几百日元，转动把手，一个装着随机小礼物的胶囊就会掉出来，里面可能是动漫角色、迷你模型、生活小物，甚至是一些意想不到的趣味收藏。洗衣店，营业时间10点到晚上10点。看一个冰淇淋2000日元，哈哈，800日元。邮便局，这能干嘛呢？哦，存钱的，还可以取钱的。出发，下一站。EA 出口能去到这些地方，中之岛图书馆。其实我主要是为了看一下这个在河里面的这个小岛啊，它上面的一些景象。
银行 ATM。哦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南波桥。哦，漂亮。在我手机上能看到这个一条小河里面有一块这个很长条形的小岛啊，看一下上面小岛上的一些风景啊，上面有一些漂亮的建筑，还有公园。哇，我真的觉得日本这个地方，这个人跟人之间是比较有距离感。这就是中之岛啊，这河滨的公园。这个小岛把一条河道给一切为二了，你看左边一条，你看这日本的车好小呢。你看上面啊，有这个最北边有中之岛西公园、大阪国际会议场，还有学校、有医院、有科学馆、银行、大阪市役所。还有现在所在的这个中之岛图书馆、中央公会堂、中之岛公园，还有一个美术馆。在前面游览大阪的大阪城啊、新世界啊、四天王寺啊，都能看到游客的身影啊。而中之岛呢，却很少看到这个游客。中之岛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岛屿，而是这条河流下游形成的沙洲、河洲地带。那么随着大阪城市的发展，人们不断的改造河道，利用土地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之岛。从江户时代开始，中之岛就是大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当时大阪依靠发达的水运连接日本各地，被称为是天下的厨房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米、农产品的商品通过船只汇聚到大阪，而恰好许多商家呢就集中在中之岛附近，这也让大阪成为日本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。进入近代之后，大阪开始从商业城市迈向现代都市。1981年，中之岛公园正式开放，成为大阪最早的城市公园之一。这里逐渐成为市民休闲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。这日本建筑的一些外墙面啊，看上去都挺规整的。眼前这个是大阪中央公会堂，主要就是办一些音乐会啊，还有这个传教活动呀。采用这个新古典主义设计，建于1913年。你看，下班的人行色匆匆。大阪市中央公会堂，就是你看两边是写字楼啊，然后中间那个小岛就是一些公共服务设施啊，公园呀。一个下班族啊，不愿回家，坐在公园的椅子上，是他一天里难得的休闲的时间。这小岛有很多座小桥啊，连接岛跟这个陆地，每个桥的感觉不一样。
本男士啊，好多是这个白衬衣、黑西裤、皮鞋，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啊，这个是一个标配了，几乎是。看，日本都没有人按喇叭了，几乎是这个喇叭这个功能是几乎是白色了。参议院选举啊，7月20号，这个应该是大阪市役所啊，是不是大阪的这个市政府单位啊？因为好多公务员的一个样子的人出来了。美术馆还在前面，这是日本银行什么什么的一个旧址。这条叫中之岛绿道，有小叶紫薇。好多人从写字楼里出来了。这建筑显得人好小啊。感觉如果你没有亲朋好友的话，就又没有社交能力的话，是极致的孤独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日本旅行，今天呢是我来到日本的第2天。中之岛的河边就有刚才说那种感受啊，这种感受我知道非常的主观。我是从越南飞到日本的，在越南旅行的时候呢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在越南旅行好像能更容易跟人建立连接，但在日本，尤其是在这样的大城市，好像没有熟悉的圈子，又没有主动建立关系的能力的话，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很深沉的孤独吧。这有日本的各种桥的一个样子哈，像老电影的感觉。松岛桥、玉江桥。今天的晚霞不错呀。我就一直沿着这个中之岛的绿道一直在往前走，这个现在晚霞很不错，今晚。下班的人啊，一路上都是迎面而来的是下班的步履匆匆回家的人。
不时突然来一阵轰鸣，那就是有摩托车路过。从天亮逛到天黑啊，桥都已经亮灯了。你看啊，这些车它这个亮灯的是什么呢？说明这个设备没有人在用是吧？然后有人又在用的就没有亮灯。现在是晚上7点半。这张票用的多了，觉得好划算啊！这个买的时候821元，大概是40多块钱，还搭了有4、5次了吧，地铁。出地铁站就黑了，天黑了。路过一家超市，彩椒一个，那就是接近10块钱一个了哈，158日元。2块牛排760日元，这一个有912日元，大概326克。3元豚413克，税后620日元，大概30多块钱。无洗米5公斤装4580日元，大概4个尖椒，税后214日元。这种玉米还挺小个的，一个要171日元。来这吃个晚饭啊，640日元的鳗鱼饭还是能吃得起的，这大份的要1740日元，没那么多钱了。大众点评人气店第1名，这一堆勉强能凑出640日元，一个500的，一个50的，剩下的是10的，还有1的。OK， 你看热气腾腾的，撒了那个汤汁在米饭上。这个是产自中国的一个叫山椒，这生抽吧，这山椒。这个皮很容易就滑出来了。这个撒了汤汁以后，这个饭呢是那个咸甜口味的。哇，太好吃了！那个山椒就很提香，特别提香。鳗鱼的口味是咸甜的，然后就入口以后有一种滑滑的、嫩嫩的感觉。饭后，我在大阪街头散步，偶然遇到当地居民正在为一场传统的祭典进行排练。
后来了解到，它可能是大阪最重要的夏季祭典的天神祭，它是日本3大祭之一，起源于平安时代，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以上就是挑战3000日元在日本大阪度过一天的全部内容。3000日元的预算可以说一点都不多，甚至是相当的拮据。最后呢，只剩下14日元。回想这一天，虽然预算有限，但是好像也看了很多的风景啊，过得还挺充实的。走过大阪城，感受丰臣秀吉留下的历史。又来到四天王寺，了解一座拥有1400多年岁月的古老寺院，在新世界看日本的地标建筑通天阁，漫步中之岛，看见这座城市安静而现代的一面。夜晚一份鳗鱼饭结束了今天的旅程，而接着偶遇的祭典排练，就成为这趟大阪之前意外的惊喜。这场3000日元的挑战让我好像意识到，一次快乐的旅行也许并不一定来自于昂贵的消费，即使预算有限，也能收获很充实的、丰富的旅行记忆。如果给你3000日元在大阪度过一天，你会如何安排自己的旅行呢？期待看到你的留言。谢谢你看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